1999年版的猎人动画到底屌在哪里？猎人 Hunter x Hunter 是由富坚义博老师所绘制的漫画，并于1999年第一次改编成动画，俗称旧版的猎人。黑暗的画风、史诗般的配乐、优秀的分镜和节奏，被我们这一代的人誉为经典。贪婪之岛不算。接着，2011年猎人再次改编为动画，俗称新版猎人。这次的动画相比旧版，它更加忠于原作，画风、音乐还有气氛营造，也从原本阴郁摇身一变为明快、阳光、活泼的气息。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的改动，让许多旧版的粉丝不买单。旧版的粉丝觉得新版的是在阳光三小，根本是给小朋友看的。新版的粉丝觉得旧版明明也一堆作画崩坏啊，什么什么的问题啊，这些老人根本把他们的记忆给美化了。新旧都有各自的拥护者，两组人马就在每天那样吵来吵去。今天我就要站在旧版猎人的角度这边来说说旧版动画到底厉害在哪里，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童年记忆被美化了？当然，我是一个插画家嘛，我不是一个动画的产业相关的从业人员，所以我今天只能分析我比较擅长的地方。好，下一页。那我们第一个要讲的画面是猎人最终试验中，小杰被秃头杖半杖抵住额头，威胁说要投降。一生会えない気がする。だから引かない。引かなきゃ死ぬんだぜ。それでも引かない。理屈じゃないんだな。では残念だが、これで終わりだ。好，首先制作组脑中非常清楚环境和光源，黄昏的时刻让整个画面带着暖色，让人有一股饱满浓厚的情感。接着，它的阴影很有力的去塑造人物的体积感，并且说明了光源的方向。这种光线它可能比较需要考虑到光源的位置它镜头一转人物一转，它就要重新确认光源的位置在哪里。像新版的这种阴影比较不需要考虑到光源的位置，所以像新版这样子看不出光源在哪里的阴影的画法，我觉得他们可能工作会更方便。这两者的差异，我觉得也正好体现出了旧版画面有多用心在经营。好，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旧版的小杰你看他的眼睛这一道红光是什么？是窗户的反射。人的虹膜也就是眼黑的部分，本来它就是一个玻璃的材质，所以它会像镜子一样去反射周遭所有的东西。只是因为它反射的程度没有镜子这么高，像镜子这么清楚，所以除了光源以外，其他的物体都不会反射的这么显眼所以当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不是会在眼睛上点一个白点，然后说它是高光。更深入一点说了，它其实是环境中光源的反射一般来说，动画会将光源的这种反射简化成一个白点。所以这里动画组为了表现这个关键的时刻，他选择把虹膜的镜面反射表现出来，我觉得就是一种美术功力的展现。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它的背景的资讯量其实是很足够的，该有的纹路是没有少的，而且即使背景比较复杂，它也不会喧宾夺主抢走主角的风头那是因为他们的明度控制的非常好，整个背景和主体有明度明显的区隔背景这个亮亮的方形小窗户刚好落在主角的脸部的两侧，构图上像一个括号一样框出了脸部，加上背景的四周又有做一些暗角的效果，让整个视觉更加的聚焦在脸部。那上述几个小巧思都会让我们的视觉非常自然的就流向小杰的眼神上这是一个构图的技巧的展现。所以这一幕以一个插画的角度，就算静态去看，也是一张资讯量非常充足的画。这一幕就是美爆。补充一点，这个镜头它其实经过了很多次，但是它随着 BGM 出来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他眼睛里的窗户才随之亮了起来。なぜだ。たった一言だぞ。一生会えない気がする。だから引かない。引かなきゃ死ぬんだぜ。それでも我觉得这个小细节是我觉得这个小细节是处理的相当的完美的。好，那画面我们转向新版首先它的阴影它是没有方向性的这没有什么对错，也没有什么不好，它只是把光线的环境从旧版的这种夕阳直射光改成漫射光。那什么是直射光与漫射光呢？
点击资讯栏的连结，看看我在好学校所开设的课程《Procreate 插画入门：从素描到风格》里面从素描的入门教到如何提取基础的元素转换成风格，大家赶快去点选资讯栏。简而言之啦，如果你现在身处一个暗室，那旁边有一盏灯，你的身上会有一边被照亮，那有一边会落入暗面。通常这个亮与暗的中间会有一个明显的明暗交界线。这个明暗交界线在美术的领域里面是很重要的，它是一种体积感的展现，也是一种绘画的基础。那对于这种亮暗造成的平面造型，也是学习绘画的人要去学着感受的，而且它是非常有戏剧效果的。你可以看到很多电影啊，或者是作品，总是会用这种单光源、直射光来去表现一些比较戏剧性的场面。那如果这个室内它有很多灯的话呢，就不会有这种明暗交接线的效果。这个明显的交接线会不见，因为光源太多了，你的物体它的四处都会被打亮，光源太多太混乱。漫射光它有一个特质是，它只要把底部的面稍微画暗一点，然后朝里面的面，就例如说耳朵的里面、鼻孔的里面稍微画暗一点，它就会有漫射光的效果了。运用到动画，就像这个新版的猎人一样，你看这个小杰他阴影的打法是没有光源的方向性的，所以你不管镜头怎么转，它都可以很快的去掌握出那个阴影的位置但你会说原作不是场景都一样吗？为什么旧版用直射光比较屌啊，新版用漫射光就比较不屌？那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就是旧版的巧思了吧，我自己觉得因为它可以把时间设定在黄昏，让夕阳透过窗户流入室内，而太阳光的强度它本来就比室内的日光灯高出非常的多，所以室内的光源它自然会被忽略。那这个样子的话，制作组就有很多的素材跟空间去用光影说故事，例如说夕阳的强光造成的亮部跟暗部它们强烈的对比，还有影子或是剪影造成的轮廓光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素材。相较之下，新版在光影上因为是漫射光，所以影子的强度也很弱更不用说会有什么剪影啊，会有什么轮廓光了。它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做法，而且从颜色的角度来说啊，它不带任何的环境色，没有冷暖，不冷也不热，看不出它有什么情绪在。但我觉得它至少颜色非常的协调啦，不会像那种旧版的贪婪之岛篇章那样子，每个都涂得跟七彩霓虹灯一样。整体而言，除了眼睛它的反光特地加了一点光晕之外，我比较看不出它的构图有什么巧思在里面。所以虽然讲不出缺点，但我也没有办法让我有印象深刻的感觉。好，那刚刚有提到构图嘛，提一下下面这一张新旧对比的库拉皮卡。首先我们来看看新版，鼻子的阴影在左边，所以得知光源应该是从它的右前方过来，这个光源可能是一个路灯啦，然后它把刘海的阴影盖住整个眼睛，让它看起来很阴沉，这是动画或漫画里面常会用到的技巧。接着它的夜晚是高楼大厦，因为这个镜头是聚焦在人物上嘛，所以背景它这样用这个高斯模糊处理掉，也算是中规中矩。而火红眼的部分看起来像是一个红色的类似灯罩的感觉整体而言，它还是很漂亮的运用了颜色的对比，让画面重点聚焦在眼睛上面。但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头发的亮面，还有右下红色霓虹的部分，它又把视觉从眼睛的部分往外面带走了，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一点。然后整体我觉得比较稍微奇怪的点是，它用了有点类似沙龙照的效果在渲染气氛，整个画面是雾白蒙蒙的，我觉得这个有点微妙啦，因为你虽然看得出来它的气氛很沉重，但整体的画面颜色是很轻的，可能动画组有他自己的用意，我不太确定。回头来看旧版咯，好吧。やめておけ。今の私に関わるな。旧版它可以很直观的看出，他的眼睛真的非常的突出，甚至突出到一个不太自然的地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侵略性的构图。制作这一幕的人，他很有系统性的去成立了这个构图。从背景开始说起，这个背景我真的觉得很厉害，他这个背景真的是掐到好处，因为他不会像新版一样把整个画面画满。过多的高楼大厦，它只用几个室内灯去表现出背景是一座城市游客心事的这个资讯，而且它光圈模糊的效果也相对真实许多。我不太清楚它这个效果怎么做的。
可能是用调色或者什么样的吧，我也不太清楚，但我觉得蛮厉害的。而且啊，他为了烘托气氛，他把库拉皮卡的眼白提高到一个超级不自然的程度，跳脱了整个画面的明度范围，明显的看到这个眼白的白跟整个画面的所有的颜色的差距是有多大。照理说，你的皮肤和你的眼白的差距是不会这么大的。对，那在新版的动画也不会去特意去做这种事，因为它其实不合理。但是这个不合理在旧版的运用中变成了一个强烈的构图，我觉得是很棒的。那除了眼睛之外，它的肤色、头发、背景全部都落入一个冷灰色调，而且旧版在构图上卯足全力去渲染火红眼的压迫感。我们可以注意到制作组把画面上最黑的地方和最白的地方全部集中在眼睛的周围。他刻意把眼睛周围的阴影画到最黑，再把眼白画到最白，接着中间再接一个中明度但是很鲜艳的红色，然后里头还有最亮的高光区域和最黑的瞳孔区域。所以你会发现眼睛周围的这些重点区域，它有很多的色块明暗对比。这个其实也是绘画一种在画面的重点区域增加对比，营造画面氛围的技巧。它没有用光源的特效让它发亮，它只用色块的明暗编排去营造这个强力的氛围。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觉得这是一种美术功力深厚的表现。好，这边一样它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原动画中这一幕它是从远处走进镜头的，原本整个人是落在一个阴影里，慢慢在移动的过程中，光从右侧流进来，然后你会看到那个光影非常漂亮的一个变化。虽然这不是非常困难的美术技巧啦，但我认为它的这个用心程度真的是值得赞赏的。它这边还有一个构图的小巧思，关于平衡。假设啊，我如果把背景全部调暗，你会发现库拉皮卡虽然人在中间，可是它除了画面上的眼睛之外，它的右脸会是一个比较亮的颜色，这样它整个画面的重心会偏向右侧。所以它会这个样子倒，于是制作组就把高楼大厦的这些亮光处集中在画面的左下，然后它这样子就有一个比较平衡的效果。说实话，这个多半是我自己多想的，说不定他们根本没有这样想，但我自己猜啦，这个可能是他们自己下意识所做出来的一个平衡这个构图的动作，因为对他们说，这个可能已经变成一个很自然的反射动作了。好，那这边我就要来简单说一个绘画的观念，就是正负形。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这原本是一张用手机拍出来的照片，我用 Photoshop 的临界值把原本0到100的明度一分为2，它只剩0跟1，使它变成一个只有黑白形状组成的影像。这个东西就叫做正负形，即使没有像一般的影像它有复杂的明暗，它也能靠着这个正负的形状去识别出物件，识别出人物，感受到立体感，甚至感受到整体的构图的编排。因为人的视觉啊，它对于锐利的边界其实是很敏感的。对于绘画有一定程度的人，都会很有意识的去思考自己的画面，它的正负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呈现。例如说，你看到这幅很美丽的插画，在一般人的眼中啊，他会觉得说，好赞，颜色好美，妹子好正，请问你是用什么笔刷的？那在绘图人的眼中啊，他会去想的是，主角轮廓外形，他造型分离的相当明确，那剪影也有充分的表现出动作感，整体造型的疏密控制安排的非常好。回过头来看看库拉皮卡，一样用临界值去看看它的正负形长怎么样。旧版的库拉皮卡，就算用临界值转成黑白的正负形之后，它的压迫感依然是不会锐减的。那相较之下，你看新版的它的正负形就没有这么的去强调眼睛这件事情。顺带一提，我觉得最惨的版本是旧版猎人的贪婪指导片。你随便拿一张图，然后你去把它临界值，你就会发现它一点体积感都没有，背景也区分不出来。旧版的猎人的美，直到有克星篇章，这个是众所皆知的。在这之前的篇章啊，制作组可以说是把负形的运用，还有光影，还有用光影说故事的这个精神发挥到非常的极限。好，最后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我觉得旧版猎人最棒的一幕，就是和云谷道别的这个桥段。独創性への展開、何を思い、何に怒り、何を好み、何を求めるか、どこを旅し、誰と出会い、どんな経験をするのか、それら全てがあなたたちの未来を形作るのと同様に、
あなたたちに最もふさわしい念の形を示してくれるでしょう。それを見極め、身につけること。これだけは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あなたたちはまだ発展途上です。器もできていない。できるだけ自分の器を大きく育てなさい。そのための修行なのです。これからもガンガン鍛錬に励んでください。そしてそれと同じくらい遊んで人生を楽しみなさい。私に教えられるのはここまでです。あなたたち2人は今日で卒業です。自分の体を気遣うように。哦，这个真的是经典的啦！云谷的眼镜上面的倒影，这个用心程度我就不吹了。我觉得真正屌的是，当云谷在讲话的过程中，时间是有在变动的哦，它是有在跑的。你可以注意到，云谷在讲完话的同时，时间也刚好落入了所谓的黄金时刻。那什么是黄金时刻？黄金时刻指的就是大约日落前的最后1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太阳低垂在地平线上方，发出柔和的散射光。那回到动画，云谷讲话的时间前后背景是真的有变化的，对比放在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不仅是天空的颜色，它连屋顶的颜色都变得鲜艳了。好，最后其实还有很多没有提到啦，例如说旧版对于黑夜场景的掌握，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旧版的处理方式啊，它会把角色的暗面融入背景，然后会把亮面强调出来。从这一点就可以发现到说，哦，制作组是对于整个环境还有构图美术的表现方式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的。虽然说它在光影上是有一点点不自然，它有点像是，但却充满了戏剧效果。它不会感觉像是普通的颜色上去啊，然后因为是晚上嘛，所以就挂了一层深色滤镜上去。像现在很多动画好像都是这个样子处理的，所以就比较没有像猎人这种，不知道怎么讲，算应该新版的猎人它比较风光明媚，但我认为他们有善用数位的力量去把画面给稳定住。你会看到新版的猎人啊，他很有意识的让所有地方不会过白，也不会过杯，也不会过黑，那也不会过于饱和，让颜色爆掉。所有的颜色都非常的中庸，一切都非常的协调又自然。但对我来说啦，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画面太协调了，它很像一个完稿到一半的插画作品。旧版的猎人呢，就会让我感受到他很会适时的在画面上加入一些不协调的元素，去加强画面或者是说故事，这是我觉得旧版厉害的地方。用我心目中的分数来比喻的话，新版猎人的画面大概就是80分，80分绝对是一个高分嘛。只是他们的策略是时时刻刻稳稳的去拿这个80分，把这个80分做好做满，而不是冒险去把这个画面试着烘托到最高。后来的蚁王篇啊，我个人觉得他们有往上追求一点画面的分数，所以对我来说，新版像是倒吃甘蔗一样，它其实是越吃越有味的。尤其是蚁王篇真的是很屌。那旧版猎人的话呢，我自己的感受是他总是在追求那个画面上的100分。就是他总是想要把画面烘托到最强，尤其是遇到重要桥段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更有企图心。但我觉得，也就是因为旧版猎人总是有这种企图啦，所以才会一直创造出这些很经典的桥段。也是因为这个样子，那些桥段虽然数量占整体的旧版猎人不多，但基本上它给了我们很强烈的画面的一种印象这种印象让我们有一个 base 去神化它。所以我认为旧版的猎人它的艺术价值绝对是很高的。当然啦，两个时代的市场环境技术限制啦，或者是什么产业文化等等，它都已经非常的不同了，这些一定都有关系。但我说过了，我的专业只在于画画而已，所以我虽然有一些猜测和想法但我就不耍大刀了，就是欢迎大家自己讨论，好不好？好，90年代是一个动画产业发展非常蓬勃的年代。我常常会听到我们这一代的人在说，以前的赛璐璐动画比较好看啊，现在都是数位啊，没有温度啊，啥小的。我其实也常常这样子在讲，因为我也是一个老人嘛。但我觉得啦，如果持续这样子没有意义的去就是
贵古见今，这样子一直下去一点意义都没有。与其这样子，不如好好的去分析我们的感受到底来自哪里，到底是不是纯粹美化过的记忆，还是真的有其隽永的道理。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好的去分析，其实会很有收获。对，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才做这部影片。以上就是我影片的内容，然后再次强调，新版猎人绝对也是一个好作品哦，尤其是蚂蚁篇，我也是看着泪流满面。只是抱歉，对我来说旧版还是最美。大家还有什么想法，或者你觉得旧版猎人屌在哪，或者是你有什么想要帮新版猎人